跟谁都能五五开的老沙究竟有多强？他的性别到底是男是女？这条视频告诉你真相。梳着背头，叼着雪茄，看谁不服都能过两招。海贼王里唯一被洗白还能变强的男人，五五开老沙。当年老沙真的是吃了出场太早的亏，在阿拉巴斯坦败给初入新手村的路飞，被海迷们耻笑了10年，最弱起雾海。直到顶上战争，他迎来了第一波加强。2.0 版本的老沙强势来袭，刚到顶上战争就奔着白胡子的脑袋去了。同样是面对四皇，明哥却没这个胆量，光是听到凯多要来揍自己，就已经被吓得双腿发软，冷汗直流。也难怪明哥邀请老沙2次合作都被无情拒绝了。在老沙的眼里，他是真看不上明哥的胆识和魄力，至少老沙跟谁都敢过两招。无论是海中怪物之称的慎平，还是世界第一剑豪鹰眼，又或者是大将赤犬，只要老沙看不惯，那他都想碰两下子。自从败给路飞以后，还真没见老沙再输过一场战斗。而他彻底洗白也是在这个时候，当着战国和卡普的面救下艾斯，打破了海军提前处刑的计划。但这也成功激怒了明哥，对方怒气冲冲地找到老沙。这2句台词怎么看都觉得别扭，不像是说给一个大老爷们听的。生气的同时又带着些许的暧昧气息。其实尾田也不止一次暗示老沙是个女人，他的童年照片以及938话的漫画标题《女人的秘密》，还有与睫毛的这张合影。要知道，这只色骆驼是拒绝男人骑上来的，但老沙却能坐上去，所以已经暗示的很明显了，老沙就是个女人。但作为女人，她的格局却不是一般的大。面对赤犬，老沙敢正面救下路飞和慎平，能放下先前的恩怨，这波格局是真的让他打开了。难怪老沙遍地是熟人，见谁都是一句就论这格局和魅力，试问谁不想和老沙交朋友？有事他是真敢上。顶上战争结束后，老沙重新回到了久违的新世界，也从这个时候开始 3.0 版本的老沙真正来了。七武海被废除，老沙趁此机会找到鹰眼合作，或许是深知对方的实力，鹰眼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就同意了。所谓的十字工会真正创始人也是老沙，所以四皇这个位置本该是他来做，可惜巴基运气好抢了头衔，不然现在的老沙就是跟红发黑胡子平起平坐的人。在剧场版狂热行动里，16岁的巴雷特就能与雷利势均力敌，而他下了罗辑的船之后，又和20岁的老沙交手数次，都未能分出胜负。那么如今被尾田加强后的 3.0 版本的老沙，应该又回到了巅峰时的状态，至少实力不逊于冥王雷利。这是荒原最痛苦的一次战斗，也是八尺琼勾玉打得最准的一次。圭娜走的离谱，白胡子走的悲壮，艾斯走的遗憾，只有泽法走的潇洒。他的逝去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。或许很多海迷觉得讽刺，一个最相信正义的海军，却因为自己的善良引燃了悲惨的导火索。但正如清志所言，一个男人将自己的信念贯彻始终，难道不是很帅吗？并且泽法离开的时候，所有徒弟和同事都参加了送别仪式。赤犬下的令，黄猿动的手，青雉建的墓，卡普抬的棺，战国吹的响，克比哭的坟。可以说他是尾田笔下死的最有排面的角色，至少泽法的葬礼被徒弟们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和他总是对着干的黄猿，也在最后一刻上交出了一张满分答卷。不留手是对老师的尊重，但也是对自己的残忍。这场战斗是黄猿最痛苦的一次。平时打架他的眼镜总是透明的，而这次镜片却是模糊的。现在我才知道，这个时候的黄猿其实在哭，是泪水模糊了镜片。当年所有的学生里，黄猿是最淘气的，也是和泽法最合不来的一位学生。荒原不理解老师的严厉与批评，如今他也人到中年，领悟了以前泽法对自己的教导。当老师在说他依赖闪闪果实的时候，荒原掏出天丛云剑，告诉老师自己有认真听话修炼体术。而在这场送别仪式上，荒原全力以赴，用最准的一次8尺琼勾玉送别了最崇拜尊敬的老师。荒原革命军卧底的身份真坐实了，潜伏海军20年，该收网回革命军总部了。当年在香布地群岛的时候，荒原踢索隆的脚迟迟不敢落下，那条腿抬了足足2级，只为等雷利赶来配合演戏，好让少主能顺利逃脱海军的包围。等剧情来到顶上战争之后，荒原又屡屡暗中保护少主，看到路飞被赤犬盯上的时候，一脚将他踢到慎平的身上，在路飞最虚弱的时候，又一脚踢到了白胡子的手上，2次都把路飞踢到最安全的地方，明摆着是不给海军创造干掉少主的机会。随后路飞拿出钥匙救艾斯的时候，荒原的镭射激光明明可以一发爆头，却偏偏只是精准射断了钥匙，
这怕不是就差把卧底2个字写在脸上了。当路飞当上第5皇的时候，赤犬就坐在黄猿面前，可他看到路飞15亿的悬赏金，仍旧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嘴角露出了姨母般的笑容。此刻他比路飞的亲爹更自豪。或许尾田觉得黄猿的卧底身份暗示的还不够，又亲自公布了一张漫画彩页，直接证明了黄猿的真实身份。把图片放大3倍后，黄猿居然没有跟海军站在一起，而是凑到了龙和伊万科夫的身边。这2人可都是革命军，黄猿这么光明正大的开眼，真的好吗？而在前几期的漫画里，贝加庞克和龙对话的时候提到了海军之中有他值得信任人，这明显说的就是蒙奇帝荒原，毕竟他可是负责统帅郑特丸率领的海军科学部队。从和平主义者自到炽天使，这2款战斗机器人的镭射激光恐怕都是黄猿提供给贝加庞克的。当初和龙说好的卧底3年，结果3年又3年，一不小心升到了海军大将，如今是时候收手了。索隆左眼失明的真相终于曝光，难怪2年后他会变得这么强。事情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，草帽团约定的2年修行正式结束，索隆准备动身前往目的地与伙伴们集合，但是离开之前，他还想再挑战鹰眼一次，希望能和对方来一场最终对决。鹰眼没有拒绝，他也很期待眼前这个男人修炼2年的成果到底如何。索隆戴好头巾后，以极快的速度朝着鹰眼飞奔过去，他将霸气附着在3把刀上，犹如一头将要冲出牢笼的猛兽扑向猎物，一记炼狱归斩砍向鹰眼，结果却被对方轻松化解。索隆早就料到了，堂堂世界第1大剑豪怎么可能会这么简单就被打败？于是他再次挥剑砍向鹰眼。面对暴风骤雨般的攻势，鹰眼还是表现得游刃有余。他告诉索隆，如果破不开我的剑术，只是在不停地浪费体力，或许你就只有这点程度而已。说罢，鹰眼挥出一刀，瞬间将索隆打飞数米之外。本以为战斗会就此结束，没想到索隆又站了起来，他朝鹰眼释放出强力斩击，却还是被对方轻松化解。索隆没有丝毫怠慢，他不会停下手中的刀，又是一记疾呼手砍向鹰眼。索隆转向后产生的冲击波轰碎了地面，等到烟雾散去后，鹰眼仍旧命不敢死地站在原地。他的这种表情在敌人看来就是一种嘲讽。索隆彻底怒了，他高速旋转起手中的刀，并开始了吟诗。鹰眼看到索隆身上散发出的强大气场，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，额头竟也冒起了冷汗。从来没有人听到索隆吟完诗还能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。接下来这一招就要结束战斗了，3刀流奥义。没等鹰眼反应过来，索隆已经喊出了招式名：1大3000大千世界。终于，那个站立在顶点的男人被自己亲手培养的徒弟破防了。鹰眼脖子上挂着的小刀缓缓落入地面，虽然他瞬间做出了防御姿态，可还是被索隆的剑气所伤。看着自己胸口处的伤势，鹰眼很是震惊，多少年了都没有看到自己流血的样子。索隆很不屑地笑道：“下次我可不会砍得这么险了。”再次见面，世界第1剑豪就是我。索隆抬起头看向鹰眼，这次他赢了，可也永远失去了左眼。或许这对于索隆来说是值得的，用左眼换来了强大的自己。当年无法触碰的敌人，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如今却距离他越来越近了。海贼王横跨800集的伏笔，这个神秘老头从东海一路尾随路飞来到和之国，足足跟了草帽团2年。外表和正男极为相似的这个老头名叫原有先生，看上去好像年纪很大的样子，实际上比香克斯都年轻，就是长得有点太着急。我们第一次见到原有先生是在51集，他主动找山治聊过天。不过当时很多海迷都没把原有先生当回事儿，觉得就是个路人角色，毕竟是动画组原创的一集。谁知道在61集的时候他又出现了，并且就站在阿比斯的身旁与草帽团道别。一次相遇是巧合，2次也可能是偶然。结果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在81集的时候他再一次出现，距离乌索普不远的地方，正在修复被库雷哈打坏的木门，还时不时的观察屋内的动静。之后原有先生再次登场就是和之国篇了。本以为他会起到击败凯多的作用，结果不仅没帮助草帽团，还和弗兰奇打了起来。事实上，原有先生早在海贼王漫画第1话就登场了，可尾田没有给他任何的镜头，只是在 SBS 上有介绍过。当时山贼王西格闯入酒馆，还踢坏木门，大闹了一番。在他羞辱香克斯的这几分钟里，原有先生出现了，他悄悄修好木门，并迅速离开了现场。所以当山贼王走出酒馆的时候，本来被踢坏的木门又完好无损的出现在那里。当初我还以为是个 bug， 结果没想到是原有先生默默干的好事。尾田说他是个非常急性子的木工师傅，看到有门坏掉，如果没有立即修好的话，心里就会非常难受。所以我们在罗格镇和古斯岛才能看到他的身影。只要是草帽团的身边有木门坏掉，原有先生就会立刻闪现过来修复好。所以这位迷之木匠真正的作用和火焰拍照侠、熊猫人一样，是无处不在的存在。有草帽团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，你也可以理解他们是草帽团的隐藏伙伴。恶魔古尸的起源终于公布了，我是真没想到尾田的脑洞会那么大。海贼王1069话全图情报也更新。漫画一开始，陆琪想要攻击路飞，却遭到卡库和史翠西的阻拦。
因为和四皇交手的话，后果难以想象，恐怕会引发战争，所以他们需要先获得海军的许可才行。不过当路飞看到损毁严重的阿特拉斯后，非常气愤，他决定要干掉陆奇。与此同时，赤嘴在海军本部正在焦急地质问部下黄猿去哪儿了。对方告诉他，就在刚刚，黄猿大将动身去了弹头岛，也就是路飞目前所在的位置。难道黄猿这是要去救驾吗？画面切回弹头岛，路飞开启5档形态，准备速战速决，而陆奇也开启了觉醒后的形态，黑色火焰缠绕在脖颈与胸部之间，整体形象看上去更接近幻兽中果实。路飞与陆奇在空中展开激烈交锋，两人的霸气碰撞出了黑色闪电。路飞露出一脸轻松的表情，而陆奇则是显得尤为吃力。山治等人通过监控器看到了路飞5档形态，他们很震惊。贝加庞克询问草帽萤火，路飞这个形态是什么？但娜美只是含糊其辞的回答，可能是香蕉果实的新技能吧。贝加庞克则很是疑惑，他说在古代的恶魔果实图鉴上并没有橡胶果实的记载，但路飞这个样子更像是尼卡。随后他又介绍了恶魔果实的由来，恶魔果实诞生于人类的愿望，所以恶魔果实可能是人类愿望进化后的形态，但是这种愿望超出了自然，所以能力者便被自然之母的大海唾弃，而能力者们就是活在某人期望的未来当中的存在。路飞一边笑一边打，还总是到处乱蹦，陆奇的攻击根本碰不到他，一直被戏弄。路飞用了新技能橡胶鼹鼠，把整个地面变成了大拳头攻击陆奇。被打中身体后的陆奇嘴角流出鲜血，整场战斗路飞都没认真打，也只能说是陆奇的实力不足以让路飞使出全力应对。就在这时，战头丸带着赤天使突然出现，他下达了攻击指令 ，S 大雄失去 CP0 的控制，开始攻击他们。原来赤天使的控制权史无老卿大于贝加庞克，大于战头丸，大于持有控制芯片的人，所以赤天使才会叛变攻击 CP0。路飞看到了战头丸，他跑去和对方打招呼。战头丸希望路飞保护贝加庞克，并带着他离开这里。正当两人交流之际，陆奇的伤势已经恢复过来了，他用 T 瞬移过去，用了一招手冲打伤了战头丸，并露出邪魅一笑。路飞则是非常生气，看来陆奇是活不过2话了，不是被路飞打死，就是有可能被赶来的黄猿收拾掉。但是黄仁秀能不能轻松解决陆奇也不好说。兄弟们，凯多老师真没白死啊！3棒教出来的四皇路飞，现在居然能秒杀果实觉醒后的陆奇了！你没听错，这就是刚更新的《孩子王》1069话的漫画内容。简介上一话剧情，陆奇带着卡库和史翠西来暗杀贝加庞克，结果遇到了路飞和慎平一行人，双方都认出了彼此。所谓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陆奇看到路飞直接就来火了，这次他没轻敌，一上来就开大，直接展现了果实觉醒后的形态，形象看上去就像一只大猫怪物。体型也比以前大了很多倍，毕竟面对的是打败凯多的四皇路飞，肯定要以100%的认真态度来对战。卡库想上前帮忙，却遭到了陆奇的拒绝。你想1对1的和路飞单挑，就像2年前那样，路飞也没客气，同样开启了觉醒后的5档状态。两人仅仅交手了1个回合，陆奇就已经招架不住了，一直都在被压着打，根本无法给对方造成任何伤害。整场战斗都像猫和老鼠的剧情，陆奇被路飞全程戏耍，毫无招架之力。凯多老师的面子算是保住了，用生命教出来的徒弟没让他失望。与此同时，岛上的战头丸正在命令赤天使攻击 CP0。作为贝加庞克的保镖，战头丸还是挺尽心尽责的，估计下一话就会与路飞再次相遇了。画面转回刚才的战斗，陆奇虽然用觉醒的能力恢复了一些体力和伤害，但还是受了不小的伤。5档路飞实在太难对付了，此时的陆奇已经完全不是眼前这个男人的对手，一个是100年难遇的天才，而另一个则是个挂逼。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怎样的结局？陆奇很无奈，他没想到曾经和他5-5开的路飞，仅仅只用了2年的时间就可以秒杀他了。在考虑到自己的伤势和现在的局面，陆奇准备带着属下们先暂时撤离弹头岛，而另一边的海军本部，黄猿请缨前往弹头岛帮忙，具体帮谁可没说清楚，于是便遭到了师选的无情拒绝。没奖金就懒得出马的黄猿，每次有路飞的任务便会主动请缨，再上的领导也察觉到不对劲了，想必他的卧底身份已经败露了。过分依赖恶魔果实能力的5人，失去了果实，他们就等同于废物。第一位，卡里布，沼泽果实能力者，仗着自己吃了自然系果实，卡里布从北海一路浪到新世界。在伟大航路的前半段，沼泽果实的确挺无敌，但是在这个人人都会霸气的地方，他就是个小丑，跟谁打都是被秒杀。依赖果实却又不认真开发能力，提出不清，头脑又笨，2个亿赏金完全就是狗出来的。不过也多亏了卡里布，不然斯穆格就被当作最弱自然系能力者了。第二位，乔巴，人人果实能力者。由于他吃的是老百姓形态的幻兽系果实，所以获得了变成人的机会。后面又通过高超的医术研制出了蓝波球，掌握了7种变形能力。但是别忘了，他本身是一只动物，要是没了果实的话，就真的变成草帽团的储备粮食了，恐怕连普通的人类都打不过。第三位，麦哲伦。
毒毒果实能力者。麦哲伦之所以强大，完全是因为他的果实能力棘手。只要敌人触碰到麦哲伦的身体，或是被他的毒液沾到，就会中毒身亡。没有解药的话，哪怕是4皇也会死掉。不过，就是因为毒果实太 bug， 导致麦哲伦过分依赖能力，他的体术真的太拉了，2次被路飞近身都被一拳打跪。第4位，霍金斯，稻草果实能力者。没事就抽卡给别人算命的霍半仙是最依赖果实能力的超新星，身上的10条命完全不够他霍霍的。当年在香波地群岛面对大将黄猿，直接连丢9条命，就他这拉胯的体术和剑术，吃的要不是这么命硬的恶魔果实，恐怕没遇到黄猿之前就已经在伟大航路被其他海贼干掉了。第5位，修女，魂魂果实能力者。同样吃的是一种恶魔果实，看看人家大妈，不单纯的依靠果实能力，凭借霸气和钢铁之躯直接当上了4皇。再看看修女，虽然智商很高，但她一点体术都不会，完全依赖魂魂果实的能力，结果到最后也还只是个人贩子。可能有些海迷觉得黄猿也依赖果实，其实并不是。泽法虽然说过他依赖果实能力，但黄猿的剑术可不弱，至少能跟雷利打得有来有回。况且在动漫中也有提到过，3个大将吃下果实之前，就因为自身实力强大，在海军中被称为怪物，所以闪闪果实对于黄猿来讲只是有较高的辅助作用，不算依赖。而上面那几位才是真的不能失去果实能力。